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卓的频道，我是安卓。在过去，我时常跟大家分享特斯拉 FSD 的使用心得。我常直言如果是站在辅助驾驶的角度，特斯拉的 FSD 表现绝对是名列前茅。但如果说要谈到马斯克说的无人驾驶的话，我觉得还差有点远。尤其以目前大多数都还是配备 Hover 3的特斯拉车辆来说，当然每当我这么说，总会有许多人不以为然。但在上周的无人计程车发表会上，马斯克有一个少人注意到的小细节，似乎透露了 Hover 3硬体的车可能与无需监督的自动驾驶无缘了。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部分，希望各位在看完今天的影片后，对特斯拉 FSD 的过去以及未来可能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有更多的了解。当然，如果你觉得我花大量时间帮各位制作的影片有些帮助的话，只需要在下面帮我点个赞，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啦。同时，安卓也要送给各位观众一个年终大礼，真的很感谢富途愿意直接送给安卓的粉丝一股 NVIDIA 的股票。除了之前提到的奖励不缩水、新开户闲置金额给到3个月 8.1% 的超高利息之外，现在更加码入金$5000，维持60天以上。除了原本赠送的15股免费股票之外，更直接不啰嗦加码送给安卓观众1股的 NVIDIA。 以我的个性，肯定是2个奖励我全都要，真的是看了连我都想要申请，只可惜我已经开过户了。各位只要有美国沙马的朋友就能申请，另外加拿大与澳洲的朋友，富途也提供了非常不错的开户奖励，有资格的朋友赶快透过下方说明的链接去申请，几分钟的时间，数百美金轻松入袋。真的很感谢富途这么照顾我的观众朋友们啊！这几年有在关注我 FSD 试驾影片的朋友，肯定也知道，对于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我的感受是，虽然有持续在进步，但要讲到真能达到驾驶座无需做人的 Level 4，甚至马斯克前些年常提到，当年稍晚或者明年就能做到的 Level 5，真正的全自动驾驶，我个人是感觉距离还差得非常远。而每当我讲出这样的心得时不少对马斯克深信不疑的朋友总说，他的时间表虽然会晚到，但最终一定会达成。随着这阵子特斯拉举办的无人计程车活动，让 FSD 到底能不能够达到真正的无人自驾，再度成为热门的讨论话题。前几天我在收看美国最大科技开箱 YouTuber MKBHD 分享他亲身参加 Robotaxi 活动心得时，才发现，当马斯克在回答群众是不是所有特斯拉电动车都能够自动驾驶的问题时，虽然没有直接给答案，但从他的动作、他的回应以及不失礼貌的微笑，似乎已经宣告Hover 3的车已经注定出局了。不过由于看转播时台下观众提问的声音很小，我没有意识到马斯克是在回答这么重要的问题哦。我们就来看看整段过程马斯克的回应。Your 3-in-Y will achieve unsupervised full self-driving with permission in wherever regulators essentially approve it in the U.S. and then to follow in outside the U.S. So and Cybertruck too. Yes, of course. Sorry, I don't want to forget. Yes. All our cars are basically all cars that we make. So let's not get nuanced here. All right, next slide. 现在我想再问一次，这边是否还有人认为特斯拉去年都还在卖的 Hover 3车种真的有可能达到无需监督的自动驾驶等级吗？尤其如果连一向超级乐观的马斯克都做出这样的回应时，而现在问题来了，到底特斯拉是何时开始发现 Hover 3系统需要达到无人自驾会难如登天的？因为一直到去年5月之前，特斯拉还有部分车种还是配备 Hover 3而非 Hover 4系统，而正好也就是最后一批的 Hover 3车种，从2022年9月之后的一年，FSD 售价为历史最高的15000块美金。我猜当时买断 FSD 的 Hover 3车主们，现在看到马斯克这样的回应，大概都是久久不能自己吧。在我之前的影片跟大家分享过，自特斯拉于2016年开始就宣布旗下所有电动车都将配备跑全自动驾驶功能所需要的硬体。不过这个声明前阵子已经被特斯拉给删除了，且在不久后，特斯拉推出了 Hover 3硬体，但当时特斯拉是有帮购买 FSD 的 Hover 2或 2.5 车主免费升级到 Hover 3系统，所以这没什么问题。而在 Hover 4推出时，由于很明显 FSD 还没有达到马斯克所宣称可以无人驾驶的能力，本来以为特斯拉会依循惯例帮 Hover 3进行升级，没想到马斯克却说这样的升级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基本上等于宣布 Hover 3车主们就算想付费升级也没有办法，唯有换车一途啦。不过同时马斯克强调
FSD 会先针对 H223 系统进行更新，H224反而会落后 H223 系统至少6个月，似乎想试图安抚 H223 车主们失望的情绪。而他这份声明刚好是在特斯拉宣布 FSD 由15000块美金降价到12000块美金的5天之前。后来也确实在 FSD 有更新时是 H223 版本先行，但在最近3个月以前，马斯克宣布接下来的 FSD 将会改由 H224 版本先推出， H223 则需要进行优化后稍晚才会跟上。我在当时也有发影片跟大家聊到，看来 H223 的极限似乎已经不远了。虽然下面还是有许多观众对马斯克非常有信心，但在优化顺序逆转的第一版，也就是 V12.5 版，我们其实看到 H223 上明显出现了 H224 上所没有的问题，例如严重的幻影刹车是其中一例。马斯克也宣称他们会针对这一部分进行改进，再推出更新。而且透过 FSD Tracker 车主们所提供的大数据显示在 V12.5 版上 H223 与 H224 需要紧急介入的里程表现上确实有着明显的落差。在我现在录影的当下， H223 系统已经累积了近15000英里的数据，平均每108英里需要一次的紧急介入，而 H224 则是累积了2万出头英里。其实两者的数据已经越来越接近，平均每137英里需要驾驶紧急介入一次，等于两者之间有了约30%左右的落差，其实还蛮明显的但我预计未来 H223 与 H224 表现上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也难怪当马斯克听到台下观众喊着那么 H223 呢，他选择跳过不回答。而这样说来，现在 H224 系统的车就能妥妥的可以达到无人自驾了吗？说真的，我也不这么认为在无人机人车活动发布前，我不是有说要好好注意在 Cybercab 上面是否有一些不同的硬体设备，因为这能成为我们判断目前的车种是否有机会达到无人自驾的线索。虽然当天细节公布的很有限，但至少从外观上可以确定的是，在 Cybercab 上面是配备有前保杆摄影机镜头的。关于这个镜头，我也聊过多次如果真的要达到无人自驾，少了这颗镜头，我怎么想都不太可能。因为不单单是下方视觉的死角看不到，在我不久前出门测试 FSD 时，更深刻体会到，由于我有加装前保杆镜头的显示器，各位看，当我在启动 FSD 之后，由于摄影机视线被左右两旁的车挡住，我的车足足等了快1分钟，完全不敢往前动。但透过我加装的广角摄影机，远远的就可以看到左右两边到底有没有来车。当然，我们人类驾驶的话是可以移动身子，透过隔壁的视窗取得更好的视野，这就是固定位置的摄影机还比不上人类的地方。而在驾驶影片中，这个部分我是直接快转带过，毕竟应该不会有人想看我停在那边1分钟都不动吧。而且后来还是我真的受不了，所以帮他踩下电门，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他要等多久。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个前保杆下的镜头有多么重要，而 Cybercab 明显比 Cybertruck 要低了许多的车头，同样也配备了这颗摄影机，不也印证了我之前的想法吗？所以目前的 H224 要达到无人自驾的话，可能还要看特斯拉愿不愿意帮各位做这样的升级不过这边要平衡报道一下，在 Robot Taxi 活动上，有人访问了其他特斯拉高层，包括了首席设计师 Franz Holzhausen 与负责车辆工程的 Lars Moravi， 他们则是说 H223 是可以达到如 Cybercab 的驾驶能力。不知道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呢？毕竟目前 H223 的车主应该还算是大多数，而且我非常好奇的是，当特斯拉在研发 H224 的时候，到底是否已经知道 H223 的极限要达到真正的无人自驾是有难度的？如果已经知道，却还在前年底不断的提高 FSD 的售价，这也难怪这几天电动车最大论坛之一的 Electric 用了一个很严肃的标题，说特斯拉在诈欺这个词浮出水面前，需要澄清 H223 的情况。我个人其实还蛮同意他们的看法，特斯拉确实有责任向这么多年以来相信他们，在 FSD 甚至连 Beta 版都还没出来前就掏荷包购买这项产品的消费者们，因为那时我们有的只有特斯拉提供的影片以及马斯克各种对 FSD 即将达到无人自动驾驶的发言。说真的，在给一般消费者的 Beta 版出来前，我曾经想过，当特斯拉开放 FSD 时，直接就会是可无人自动驾驶了。直到 Beta 版开放开始有试驾画面后，我才知道这样的想法有多天真。我从来不觉得自动驾驶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我相信它终究有达成的一天。而且说到底我们对特斯拉的期待这么高，也都是马斯克自己给的。而且严格来讲，目前的光达系统在限定的区域内早已能做到完全无人自动驾驶了。这几天有一位前 Twitter 的工程师在旧金山搭乘了 Waymo 的无人计程车，足足6个半小时，全程都在市区，总共行驶的路程是83英里，包含了各种狭窄巷弄与复杂的交通路况，全程驾驶座上完全没有坐人，最终还是
是因为车辆电池快没电才结束了这趟实验。由此可见，在光达可行驶的范围内，即便周遭环境都是人类驾驶，它依旧能处理得非常不错。威摩也表示这的确是他们遇到公众搭乘最长的一次。这是还蛮有趣的实验哦，各位有兴趣的话，我把影片连结放在下方的说明栏。但今天如果一样是特斯拉在旧金山市区这样乱绕，有可能会达成差不多的成果吗？根据我自己实际的体验，感觉是还有一段距离啊。当然有可能是身为消费者的我们怕发生事故，所以并没有把 FSD 推到极限，但我并不觉得这是消费者应该负起的责任。毕竟出了意外，特斯拉并不会负责，哪怕你买的是特斯拉的保险也不例外啊。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特斯拉应该公布他们自测的 FSD 数据。如果他们真的已经离全自动驾驶不远的话，从数据上肯定可以看得出来。只可惜在无人计程车的活动上，我们并没有看到。而一向被视为是特斯拉粉丝的 MKBHD， 在参加完无人计程车活动后，他也不太看好在2027年前特斯拉能够顺利达成并交付 Robotaxi， 甚至还打赌说，如果达成的话，会在镜头前剃光头哦。不过我觉得他总结的还蛮不错的，他认为特斯拉是有点在现实与理想世界中徘徊，马斯克所勾勒出来的未来确实很美好，而且特斯拉也真的在往这个方向努力，不管是全自动驾驶、能源，还有更多的部分。但同时，特斯拉也在贩卖这个理想。虽然马斯克最新更新的进度是明年有机会在加州跟德州开始无需监管的自动驾驶，但毕竟这是马斯克的时间表，所以这就让事情变得比较复杂啦。再加上前阵子刚宣判的 FSD 相关诉讼，特斯拉律师辩护的观点是，马斯克的言论只是企业界常见的乐观主义下的吹嘘与夸大。但问题是，这样的吹嘘与夸大是有向消费者收钱的，而且你说特斯拉真的只有在吹嘘吗？我倒是觉得他们的工程师是非常认真在自驾上做努力的。所以就如同 MKBHD 说的，虽然很大一部分感觉太理想化，但放眼望去，真要说有哪一间公司有机会达到马斯克所描述的未来世界，目前看起来还真的只有特斯拉最有可能。只不过在那之前，现在看来众多的哈维尔3车主们可能要被放生啦。目前特斯拉的做法是再次延长马斯克原本说仅此一次的可免费转移 FSD 到下辆新车的计划。不得不说，这个方式真的很聪明，因为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消费者的诉讼，同时也可以增加消费者下辆车还是购买特斯拉的可能性。另外，顺势再让转移的这些人从原本购买的是全自动驾驶，变成必须同意转移成需要监督版本的自动驾驶，在描述的语言上跟最一开始购买时已经不同了。因为既然现在转移过去的是需要监督的版本，那么未来驾驶时需要一直实时注意路况，也就没什么好奇怪了。虽然在描述里有说到完全自动驾驶需要等待监管部门的批准，在某些地区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前提是特斯拉你必须要向监管部门提出申请啊，不然怎么可能会有获得批准的可能性呢？不过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特斯拉有任何申请全自动驾驶的动作，而不少人深信马斯克 all in 川普是为了打通全自动驾驶这条路。但我上次影片里有提到，在美国关于自动驾驶的规范是各州自行管控的，要不然现在也不会有无人计程车在加州以及亚利桑那州等地方行驶了。再说了，川普本人对于自动驾驶其实抱持着比较反对的态度。在前几天与底特律的演讲上，当他提到要阻止中国汽车制造业进入美国时，有聊到自动驾驶，他是这么说的哦。Do you like autonomous? Does anybody like an autonomous vehicle? You know what that is, right? When you see a car driving along. Some people do, I don't know. It's a little concerning to me, but the autonomous vehicles, we're going to stop from operating on American roads. Remember this. 这边我不是很确定他指的是针对中国的自驾，还是这是川普对于所有自动驾驶的看法。由于目前美国的总统选情可以算是蛮焦灼的，只希望已经 all in 川普的马斯克未来不会真心换绝情就好。总之，如果觉得川普选上，特斯拉就能马上实现自驾，我觉得是有点太乐观了。最后我很好奇，这边有多少观众，你们的车是哈维尔3硬体的呢？如果还不知道怎么判断的朋友，教大家个傻瓜判断法。就是看摄影机镜头，如果有红色反光的话，恭喜你，这是哈维尔4硬体的车。当然，我更好奇的是各位怎么看待哈维尔3可能真的跟无需监管的自驾无缘这件事哦。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踊跃发表你的看法。今天影片就跟大家聊到这边，感谢各位已经有帮我按赞与追踪我频道的朋友们，有资格获取附图特别送给安卓粉丝大红包的朋友，包含了前3个月超高利息以及达成入金后的免费股票，甚至还包含稳拿1股的 NVIDIA。时间有限，千万可别错过了。我把申请链接放在下方的说明栏，我们在下次影片再跟他聊更多有趣的话题。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